你好，今天来到台北国际塑胶展2024，那今天来到你们是？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湾痕迹，创立于1978年。那我们主要是做影印机以及网印机的这个生产。啊，影印机跟网印机的差别是什么？那影印主要是一些特殊产品的印刷，如高尔夫球，如隐形眼镜，如一些传统的不规则状的这个零件。了解。那网印机主要是针对一些平面的印刷，比如说这个大尺寸平板的一些印刷，等等之类的东西，还有 membrane 之类的东西。只要是平的，就是用网印的。是的。然后比较不一样的形状，就是用影印的。对，没错。了解。好，那你们的一些，那有哪些东西是用你们影印机去影印的东西？那我们的产品应用主要是应用在一些传统产业上面的，像隐形眼镜、瓶盖、笔身、原子笔笔身上面的印刷。以及一些运动产品，如高尔夫球、足球等等之类的东西，还有一些医疗产品跟一些新能源显示器产业的一个应用。显示器也是。那当然，再高阶一点的，像所谓 MLCC 跟所谓的这个无接缝式的印刷，我们接下来也会去做一些生产跟销售。OK， 好。那你们有没有实际上的东西可以去看那个样品之类的？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样品。那一般就像刚刚提到的传统的影印，比如像高尔夫球上面的球身的印刷，就是影印的一个代表。那比如说像这种所谓的 USB 特殊的这个 USB， 还有一些这个 EMG 的这个所谓的安全按钮，都是用影印的方式来做。好，那像目前这两个所谓的按键的部分，就是用所谓的网版印刷的方式来印刷。对。好，那还有一些曲面的瓶身啊，这些也是用网印的方式来做印刷。好，对。那我想问说，烤漆跟那个网印的差别是什么？烤漆一般来讲是属于大面积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工艺，它是必须要整面的。像你目前看到黑色这一个，对，就是用烤漆的方式。然后，但是烤漆之后，因为它只有单一个颜色，对，所以就会必须赋予它一些特殊的颜色。OK， 比如说我用印刷的方式印刷一个 logo 上去，或者是我也可以用雷雕的方式雕出我需要的一些东西。对，是这样子的。了解。好，那像这边就是我们其他有一些所谓雷雕的产品啊，或者是像一些我们的一些印刷的耗材，都在这边。那我们同时也有代理一些比较新颖的油墨。对。好，那比如说那个键盘的上面那个字是用键盘一般来讲，如果说以电脑键盘来讲的话，目前都是还是维持在传统的 pad printing 影印的方式。对，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方式，就是说他先去做喷漆，喷漆完之后再去做雷雕。因为这会牵扯到就是说你的这个表面的所谓的抗刮性。对。所以这个制成其实很多种，用久了就是当然，如果是用漆就是影印的话，它会掉。对，没错，长时间会，除非你一直在刚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印刷的时候，油墨先测试好，必须要有做所谓的耐刮测试啊等等之类的东西才可以。好，那这一次的展览，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些自动化的应用，去做推广。那主要是像这个是印这个高尔夫球，那我们现在都在讲述所谓的人力的问题。对，像昨天新闻也报道，就是说日本开始要逐渐实施周休3日。对。所以基本上人力的这个东西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推广所谓的自动上料，然后自动印刷。这是影印的自动印刷。那有一些印刷完之后，你可以去做雷雕的动作。好像这个就在做雷雕的动作。然后印出来之后呢，就会像这样子。所谓的雷雕就是我们叫 laser mark。就是说我先在这个表面上先印一个金色的 logo。对。印完之后，我用雷射的方式去把它打掉，打出我所要的字。OK， 了解。对，打完之后，所以说logo 是没有颜色的。是的。然后就是旁边就是有颜色的。对，没错。原来是这样子。旁边这台就是针对所谓的影印的钢板。影印的钢板。影印的钢板传统是用所谓的10颗
一群的方式。那传统的石刻就会有所谓的水污染的问题。哦，所以基本上近几年大家都在走所谓的雷射雕刻，只要提供适当的档案，基本上就可以做雕刻的动作，把你的钢板的适当的深度刻在钢板上面。OK，这样子，大概这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一个方向。好，对。